俺老子是上海的，俺老娘是前苏联，苏联解体之后属于塔吉克斯坦。伊拉搿辰光属于政治联姻嘛。大家好，我是王秋过，今天来到奉贤西渡拜访一下钱大哥。钱大哥，大家好，我是南市小新疆。哥嘛哥啊，侬看上去还有点混血嘛，搿混血是肯定是一个混血的。侬长得有点像搿个俄罗斯人、新疆人嘛，有点。俺老子是上海的，俺老娘是前苏联，苏联解体之后属于塔吉克斯坦。真的假？侬帮我开玩笑啊？是，塔吉克斯坦。打个比方讲，俺老早子到襄阳路啊，或者南京路，侬穿了稍微好眼，眼镜一戴，人家讲唠嗑拿我当外国人了。哦，当成老外了，侬蹦出一口上海话，人家惊呆了。对。然后勿当班呢，侬坐公交车呢，坐地铁呢，人家又当了新疆人了。看我面孔老像新疆人个嘛。啊，听侬讲侬也是2岁到上海啊？2岁。搿侬是啥民族呢？是汉族啊？汉族。啊，侬啥猪肉啥侪吃个？吃个。侬小辰光是生活辣啥地方啦？南市区。东家渡。搿么㑚爷哪能会得寻个前苏联个老婆啦？伊拉搿辰光属于政治联姻嘛。啊，政治联姻啊！还有搿部队里向搿属于政治联姻嘛。搿新疆部队里向结婚。㑚爷搿辰光去新疆是做啥去啊？是？当兵。哦，当兵去。对。伊来新疆33、4年了。侬今年是几岁啦？我今年48岁了。俺老子新疆话俄罗斯话侪会得讲，伊讲了老流利的。侬新疆话会得讲勿啦？讲勿大来。简单个1、2、3、4、5、7、8、9、10，必须改月天挑天白西阿代一代斯克斯托克斯翁。啊。那香烟叫塔马克，刀叫皮恰克。皮恰克。啊。上海话皮恰克嘛搿。侬搿个俄罗斯话会得讲勿啦？讲勿来搿是完全讲勿来。毕竟也是，侬2岁就到上海了。像侬搿个身体构造方面，帮了搿个中国人有啥区别伐？毛多眼。啊，毛多眼，体毛比较旺盛的。毛多眼。啊，侬讲侬小辰光还被选进过搿个体校啊？对。是做啥项目啊？开球和散打。哦，开球散打啊。小辰光身体素质好眼，然后呢比较调皮捣蛋。经常打枪打了就是。搿是。阿拉好看看侬个侧面伐？侧面。高鼻头，对伐？胸也老厚个。哦，胸也老厚个，搿个。对伐？哎，哥，侬年纪轻个照片有伐？是勿是卖相更加好点啊？放来看哟。9岁10岁了。小老外嘛，也是看上去像外国人，对伐？哎，侬头发倒勿卷哦，但侬头发还没我卷唻。搿是我廿几岁个辰光，7、8岁个辰光。看上去有点费翔嘛，搿。搿是我刚刚到上海来辰光，只有3岁个辰光，搿辰光更加像外国人。哦，搿㑚儿子啊？哎，㑚儿子有点混血嘛，好像。小辰光伊特别明显。哎，现在呢？现在勿大一样了。哦。生下来眼睛是蓝颜色。哦，㑚儿子啊？头发有眼黄了。侬个瞳孔是啥颜色？黑颜色。我是正常个。哦，正常个。伊有眼偏蓝个。哎哟，搿代遗传了，搿是。搿是蛮高个。啊。就直接鸟无英雄了，和老早子历史原因有眼关系。啊，侬打算寻㑚娘啊？寻过，寻勿着，查无此人。查无此人。查无此人，他就是说，你老妈过来，当时有可能也不一定用的是真名字。哦，用的假名字。还有。哦，搿是㑚娘照片。阿拉老娘和阿拉老子。㑚娘也是个黑颜色头发。㑚爷搿辰光帮㑚娘认得辰光蹲辣新疆，㑚娘搿辰光几岁啊？18岁。阿拉老子43岁，推翻95岁。㑚爷是搿辰光过去新疆当兵个，对伐？对。几年辰光去啊？搿辰光58年。哦，58年去啊？对。搿么㑚娘搿辰光是前苏联的什么到我们中国来呢？他们那时候说是专家团里面嘛，我老妈属于外星人，她属于像护理人员这样。专家团队过来是研究啥物事啊？是？搿就勿晓得。搿就真个吃勿准了，因为70年代属于最后一批专家了。啊，最后一批前苏联的专家过来。因为到80年代初，最后一批专家全部跑光了。阿拉老娘就是搿辰光离婚了，跑脱了。刚是讲离婚，实际上没离婚，就是直接一道跑了嘛，没手续没啥物事，就直接鸟无音讯了。鸟无音讯啊！小人也带了跑脱了。一点也不晓得，阿拉老子也不晓得。小人带了跑是啥？小人。我有一个阿妹嘛。哦，侬有阿妹。我上头，我应该还有一个阿姐。啊。阿姐是死脱了，阿姐小辰光就是死脱了，因为阿拉老子和阿拉老娘虽然讲是结婚了，像军婚一样。啊，军婚。但是那辰光没结婚证啊，伊拉部队里向发个张红牌书，高头刻着章，一个红本本。然后呢，侬晓得个，他们那个专家啦啥么的，他们有他们的那个住的基地的。阿拉老子部队里向有部队里个，后来伊拉就是讲是1个礼拜。或者是1个号头个，应该从两边回到当中个屋里向，基本上是碰勿着头个。哦，碰勿着头。基本上是没感情。哦，没啥感情。听阿拉老子讲是没啥感情，但是我也勿晓得。啊，搿么侬晓得讲侬等于2岁之后就没看过㑚娘了？没看到过。搿么2岁前头侬也答应没记忆的呀？再过是我娘也勿认得。你也勿认得伊。伊拉离婚，一个是地域的关系，一个是政治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少夫妻。
就㑚娘搿辰光18岁生侬个，㑚爷搿辰光已经几岁了？43岁。三哥是讨来个女儿唻，搿是。葛末侬后头有寻过㑚娘勿啦去？寻过的，寻过着。寻勿着。葛末㑚爷没帮侬讲过伊啥物事？伊勿大肯讲搿种物事哦，搿肯定有啥隐情在里面，对伐？勿大肯讲，跟老早是历史原因有眼关系。还有一个呢，伊新疆回来了，退休回来了，侬讲老婆小人辣盖上海，老婆又没回来，葛末对伊来讲，伊自家心里向就等于讲是要变个光棍了。就侬2岁辰光，侬先回上海个。对。侬搿辰光跟牢啥人住呢？我是跟拉大爸爸、大妈妈，我从小大爸爸、大妈妈老带大。葛末㑚爷是侬几岁辰光回来啊？阿拉老子是我10岁到11岁的辰光。我到3、4年级个辰光回来。侬现在跟我讲，就㑚爷跑脱之后嘛，侬还打算去新疆寻㑚娘啊？对。还寻㑚阿妹？对。有个想法嘛，一个是毕竟是个老娘，每个小区头总归是，哪怕没看到过，总归想眼嘛。总归想看看叫啥样子。阿拉屋里向人劝我是不要去，意思上寻勿着。然后呢，叫我写信嘛，写信写把老头子转移了搿种啥嘛，部队里向。叫伊拉寻。查下来哪能呢？政府也查过，乌鲁木齐市政府，然后是新疆驻沪办事处，公安侪发过，查无此人。查无此人。查无此人。他说一个是年代的原因，因为那时候的有些东西就涉及到有些东西，他不能公开，他也查不了，机密了，所以他所以查不了，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他就是说，你老妈过来，当时有可能也不一定用的是真名字，用的假名字，有可能是假名字，也有可能的。搿肯定寻勿着了。还有的人讲是，㑚老娘有可能是改嫁了，因为外国人的习惯侬晓得个嘛，伊拉结婚了属于男人的心的嘛。侬现在搿想法有伐？有是有的，但是现在有点绝望。完全没这个希望。他们跟我说过了，说什么现在抖音啊什么东西的寻亲寻一下，对，指不定通过搿只视频，㑚娘到辰光来联系我了，也有个可能嘛。这个倒确实也有可能的。那么大哥啊，你说你以前是上海滩那个大刀帮的，这个历史我好像不太了解，大刀帮是怎么回事啊？按照岁数年龄来划分的话，第一批现在都是70、80岁以上的人了，这是最早一批大刀帮的。这一批大刀帮的呢，都是以前就是16铺的，怎么说呢？不是卖鱼，它属于一种鱼霸呀。鱼霸。16铺码头以前不是有贩水果和贩鱼的嘛？对，它有那个水产市场嘛。最老的一批大刀帮在那里面呢，他们就是说是渔船上来，在这个水产市场里面打个比方，你一个老板有多少筐虾，20筐虾、30筐虾，然后他们跟你说，你卖掉每一筐虾要给我5块钱。保护费那意思。对，有点像黑社会嘛，这个。就是混的嘛。混的。那么另外一批大刀帮呢？另外一批大刀帮呢，按照现在的岁数呢，就是50、60岁左右了。就你这样的？我是最小的了。因为我之前就是南安市区以前有个工人俱乐部嘛。工人文化宫。车站路、曲西路那里那个工人文化宫。以前最早我们那里9龙八卦，它不是一个帮派，它是一个小集体。9条龙8个怪。那么你是属于9龙还是8怪呢？我是9龙里面最小一个。就17个人里面你是最小的一个。对，9龙8怪它是什么呢？9条龙是打架的，8个怪呢是打桌球的，还有就是钓马子的，就是以前钓女人的，还有就是偷皮夹子的这个8个怪。然后呢，大家兄弟关系都比较好的，他们有钱呢也会给我们用，他们有事呢我们也会帮他们。他们如果在外面被欺负了，我们就9条龙帮他们去打架去。后来在江边码头这里认识了那个也是个大哥吧，顾大海，他是最老一批大刀帮的。他属于教头一类的，他是大刀帮的老师。哎呦，这还有老师了？他真的是老师。他当时的年龄就已经是80、90岁了，1米、2米高的，他能空翻下来。有点功夫的这个对，就是会下来的，也算一个打手之类的。因为好多混的以前老的一批都跟他学过功夫，然后我是通过他，我认他做叔叔了，然后我就变成他们是最小的一个成员。就从此你加入了大刀帮了。对。那么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加入他们呢？那时候一个自己打喜欢混还有一个呢，你出去混，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你知道了吗？谈恋爱找到小姑娘是吧？你如果没一个名头，大家有时候会报名头的嘛。你没一个兄弟组织，你肯定要被挨打的嘛。你哪怕再厉害，你也打不过群手嘛。那么
你那个时候这个名头一报，人家估计都退后2步了，老爷。那时候呢，就是说我就报2个名头，一般知道我的人呢，我就报南石小新疆。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报帮派的话呢，他如果是谈到说以前南宫啊怎么样的，或者文庙怎么样的，我就说九龙八卦。但你要说16谱，那我就可以谈我大刀帮里面混过，收小保护费之类的。那么你有没有点功夫呢？身上啊？功夫没有，打还是能打1、2个人是没问题，打架都是不怕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大刀帮是不是他们都扛着一把大刀呢？哎，没有。不是跟名字一样的。有刀，里面确实有人有刀，不是大刀啊，它是关公刀，藏家里的。基本上不带出来的。这样子的。最早一批大刀帮呢，他们也不是用刀的，他们是用那个钩子的。钩子啊，就是水产市场那个钩篮子的那个钩子，铁钩。他们是用铁钩的。哎呦，这个勾一下蛮痛的，对吧？那肯定的，肩膀勾下去，肩膀就废掉了。那么你大刀帮待了多久了？后来就没有了吧？这个组织？后面是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是严打嘛。它跟那个83年819这个严打不一样。90年代中期那个严打呢是赌，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叫社会，以前是打帮派。打帮派。然后打过一批。大部分进去做了。我们拿过来正常的价钱是1.8块到2.2块左右，卖出去是10几块一张都有。那这利润还蛮大的。那时候什么片子比较畅销啊？国外的这种，就像史泰龙的这种，就是套集，意大利情色大师丁杜巴拉斯的套装集。这种片子卖得很畅销。那么大哥，你说你以前这个做生意做得也蛮大的，00几年的时候就赚了几百万了。那个时候做什么生意啊？几百万没有。刚开始180万是赚到了，那时候开音像公司做碟片，然后做影吧。碟片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对吧？还有做那个电脑器材。那时候是赚到一点钱的，因为这些年轻人以前你知道的，除了网吧就没地方去了嘛。电影院你对他们来说就不太适合。你那个时候碟片是专门开了一个公司，不像人家那个时候在马路上面卖碟片的。不是，最早马路上也卖过，最早是03年、04年的时候在市区里面，我是接触这个东西的。但是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是歪路子，灰色的这种碟片，然后做了小发了一点。之后呢，然后正好碰到就是孩子出生跟老婆结婚了嘛，孩子出生然后就是想换个地方住嘛，然后就把市区的房子卖了之后到奉贤来了。奉贤当时这个投资下去，投资了30-40万左右。就那个音像公司。对。好像很多人都是卖碟片发家的。对，好多。批发的赚得更大。因为我们拿货，有的是从音像公司拿货，有的是从那种就是从广州啊、深圳他们过来的，他们是批发的，在浦东那边我们过去拿货。就是一些批发商反而赚得多一点。对，他们是库房的，你上海几十家、上百家到他这边去拿，大库房的，里面什么片子都有。那么你那个时候卖碟片，这个利润高不啦？碟片那个时候利润可以的，它分几个层次的，一个就是说你畅销片我们拿过来是正常的价钱是1.8块到2.2块左右，卖出去是那时候是10几块一张都有。那这利润还蛮大的。然后后面呢就卖了便宜了，就7块8块。那个时候什么片子比较畅销啊？套片嘛，还有国外的这种，就像史泰龙的这种，包括那个意大利情色大师丁杜巴拉斯的套装集。这种片子卖得很畅销。但是这一套片子40-50张，你算我们拿过来是，因为这个片子拿货价贵一点，贵个2-3毛，2.4块到2.6块拿过来。拿过来之后，然后包装时候我们自己买。它图片印刷都是印刷好的，然后我们自己回来包装。这一套片子能卖到300多、400多，成本就是100块钱左右。那么赚头这么好，后来不做了，是因为就是有市场冲击嘛。因为网吧越来越多了嘛。对，都去网吧看。对，年轻人都到网吧打游戏了、看电影了，通宵的网吧越来越多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我正好碰到这个照明浦2桥，路封掉了我的客源，因为他们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厂不方便了，然后成千上万的这些年轻人都搬到闵行去住了，所以说那时候就掉下来了。生意完全一落千丈。那时候买了2辆车嘛，房子买了1套嘛，后来都败光了。我老婆那时候为了这个事还跟我闹离婚的。大家好，我是装修哥，今天来拜访一下这位长得很像混血的上海大哥啊。大家好，我是南石小新疆老南。那么大哥，你说你后来17年的时候是吧，又是做什么批发生意赚了一点钱？15年到17年了。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生意呢？大脚丫知道吧？大脚丫有名的连锁的。对，那时候大脚丫老板跟我们是一起
他之前也是摆摊的，然后他做大了，他们拿起来就是10万双、20万双这样拿的。我们是小批发商嘛，我们拿个几千双、万把双，他等于是薄利多销，他赚的更多一点，我们赚的少一点，但是我们卖的快一点。像你们这个货拿好之后去供给谁呢？就是不是品牌太大的那种专柜，他没有自己的鞋厂的这种，我们也给他们发过货。还有这种路边的自己开的时装店，还要配货，对，要配货，它里面肯定要备点鞋子啊，什么东西。那么你主要就是做鞋子批发，还有女装。那时候这个利润也蛮大的，我知道这个鞋子利润很大的。这个鞋子利润，比如说你进过来一双多少钱呢？进过来一双你要分的，就是夏天的和春秋冬天的。春夏的鞋子就是你外面卖的凉鞋，那时候好看的，上面镶钻镶珠珠的，包括那种高仿货的那种鞋子，库存的嘛。但是说句不好听的，为什么？对上海对大城市、一线城市来说的话，它属于库存，有可能是去年的货、前年的货。但你到了2线城市、3线城市，它有的这种店，它还没见到过这种货。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品。然后我们当时拿过来的呢是6块钱到8块钱一双，卖出去的话，因为他们上架就是卖100多，所以说我们批给他就是28块到35块一双。就那些专柜实际上赚的更多。对，那肯定，但是它销量也没我们跑得快嘛。对，你们批发的肯定是供给更多的人。那特别是夏天的跑得更快，因为夏天他们也有摆地摊也有问我拿的，像那种凉鞋拿过来，我们给他12块钱一双，他去摆地摊卖20、25一双。那时候市区里面贡康包括那个茅台路、仙霞路那里摆地摊的，那时候都是这种鞋子。都是你们这个供给他们。对。那么你那个时候批发也是赚了不少钱啊？那时候是赚点钱的。大概赚了多少啊？那时候买了2辆车嘛，买了个商务车，然后买了个 SUV。房子买了没有啊？房子买了一套嘛。买了一套。对。跟侬讲买儿子大概赚了多少钞票了？200-300万一个。后来都败光了。后来都败光了。自己想法不一样了。有钱了飘了。对，这个想法有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认为好像有点钱了，或许能赚到更多的钱，然后就是以交朋友或者以玩为主了，想赚更多的钱，然后就这样呢滑进了赌博圈子。赌博圈子。然后就赌掉了。赌掉了。我老婆那时候为了这个事还跟我闹离婚的。因为我赌到后面拿房产证准备押房子了。后来没让你押成，对吧？对啊，后来他说你再赌下去就离婚嘛。后来我就收手了，刹车了嘛。离开这个圈子了，那时间长了就不会再去碰这个东西。那还好，还算是刹住车了，否则现在可能要到马路上要，那就早就要饭了。要饭了，早就要饭。咁么，侬讲侬搿赌博，搿侬输脱200-300万，对吧？后头就是开始认认真真上班了。有时候就讲是来屋里向消极来段辰光，想不通了，对吧？但自己没动钱了嘛，消极来段辰光。后是通过朋友介绍嘛，认识了一个台湾老板。台湾老板他当时呢是花了6000万承包的是这个联通西区公司的这个白卡电话卡销售业务。然后他属于联通那个外包的股东。咁么侬是去里向做了只啥呢？我刚进去做的时候是做业务员。那是17年以后。刚开始就是跑嘛，全上海跑嘛，然后就是手机店里面去跟他们说嘛，就是给他们省力气嘛，让他们不要往市区跑了，不要到电信营业公司去拿卡了。我们可以送货上门，然后签订合同。就你就给他们推销你们的产品。对，然后我们有回扣给他的。返利。对，一张卡返利15块钱，然后跟一个店面签合同。那还有80块钱。那就是说一个店我跑下来，只要能签合同，我就能赚100块钱。100块，好像不多嘛，这个都一家店的业务谈下来，你才拿100块的。那你一天谈20-30家。这么多啊？那也有谈完的一天呀，哪有这么多店？那上海店太多了。全上海跑不完。其实你主要还是拿那个每张卡销售出去的返点。对，然后还有做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好处，还能赚到一个钱，就是手机当中的差价。你还卖手机？就打个比方说，你的手机不用了，你卖给手机店，手机店问你这个手机200块收来，我过去销售这个卡的时候，我顺便把他这个手机拿过来，10部20部拿回来，然后到市区我当中又赚50-60块钱差价。这样子玩的。那时候做这个很多的。而且专门火车站那边专门有一批人，每天包里面放几百个手机，就是做二手手机，从郊区往市区挪。那时候你说你在这家公司也是做到了这个销冠啊？
对对对，啊，就卖这个手机卡。做到后面就是做到业务经理，做到区域经理，但是那时候是见习经理。那么后来你没做下去的原因是？后来不能转正嘛。啊，不能转正。文化水平不高嘛。啊，这样子。那么离开这家公司的话，你后来去了哪里呢？后来过了没几个月吧，后来朋友介绍到那个邮政 EMS，送快递嘛，就是，送学徒学了1个月之后，然后老板看我人不错，然后让我到大桥，就杨浦大桥这里，大桥街道这里管一个部门。后来开发了徐泾，青浦徐泾嘛，徐泾营业部开发了，然后我去做了徐泾营业部的那个小包业务的经理，做了主管。也做了1年多吧，也是说当时说是能给我转正到邮局编制但是后来也听他们说，因为邮局它编制后来就没有编制了他必须要通过邮电学校毕业出来的大学生才能进编，外包的进不了编了所以说没办法。后来疫情之前我又去干那个工作，也是朋友介绍，是浦东外高桥那里做救援，道路救援然后刚开始进去，我开小车，给人家就是说换轮胎啊，或者是困境救援，就是那个小区里面车没办法挪的这种僵尸车这种挪车，还有大电，车子没电了大电。跑这个业务跑到后面呢，就是说当年呢拿了一个全公司的安全冠军，因为做这个所有的新手都赔过钱。我1年1分钱没赔过，1次事故也没出过。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就升了这个代班组了。后来又给我换了皮卡了。我就专做市区里面还有高档的商务楼的这种困境地库救援。地库救援呢，就是工资更高了。然后我成为了特斯拉上海首批属于特斯拉外包的救援技师嘛。我是头牌。虽然说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动手能力比较强比较喜欢钻研这个东西。打个比方，你这个凳子倒了，他会去把这个凳子扶起来就可以了。对，他不会想到怎么样让这个凳子不能再倒。但是我会去做到，就是说我把这个凳子扶起来之后，我会想怎么样让这个凳子不会再去倒。了解了。所以说公司里面也看中了我这个东西。我一共在这个公司工作了3年不到，2年多，也有过辉煌。